借用烹饪，煮出爸爸曾经的味道。学点厨艺，是自己和家人的福气。上一次我用了一个快速的不发面的方法来做葱油饼，结果反应非常的热烈，看来很多人都喜欢吃葱油饼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发面的葱油饼。发面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有面粉、有水、有发酵剂就可以实现发面的效果。今天我准备用500克的面粉，再放250毫升的水，5克的发酵粉，还有10克的干酵母。以上这些材料都是基本材料，一定要放。下面这些材料就属于调味料，放不放，放多少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习惯进行适当的调整。调味料有盐猪油糖、鸡蛋还有葱，还可以适当加入五香粉。放这些材料的步骤也要根据一定的科学原理。盐和发酵粉可以同干面粉混合在一起，发酵粉千万不能放太多，放了太多面团会带有苦味，而且颜色会加深。放发酵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煎葱油饼的时候葱油饼会迅速膨胀，层次分明。干酵母要先放在30度左右的温水里面浸泡，把糖加到温水中，这个过程叫唤醒酵母菌，让酵母菌更有活力。酵母菌在繁殖的过程当中需要30度左右的温水和糖作为营养。有了这些良好的繁殖条件酵母菌繁殖速度最快，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多，面团自然发得就更加松软。猪油、鸡蛋主要是起到调味的作用，鸡蛋、猪油放得多，水就要适当减小。总之让面团感觉软硬度要适中就可以了。把所有的材料放在搅拌机里面搅拌大概15分钟，面团会变得光滑不沾手。用保鲜纸包好，放一边让它发酵大概2个小时。这个发酵时间也要根据气温而定，一般让面团比原来发大2倍就已经可以了。利用发酵的这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个葱油酥。做法是把葱切碎，再加入小量的面粉，放在猪油里面搅拌均匀。油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五香粉胡椒粉甚至辣椒油都可以。做油酥的目的除了是调味之外也是要让这个葱油饼分出层次。葱油饼的做法可以演变出广东的煎薄蛏、北方的烙饼、印度的薄饼、墨西哥、西班牙的薄饼，都是大同小异，可以举一反三。面粉发好以后可以分团压扁，插上酥油酥，再转起来包好，完了以后再压扁，这样就成了葱油饼了。学习厨艺一定要有科学的头脑，不要相信什么正宗做法秘方秘制就算是优秀的传统烹饪方法，也是可以用科学的道理来解释。科学道理解释不通的方法，基本上都是故弄玄虚的，不必理会。应该学习那些有科学道理的基本烹饪原理，只有掌握了基础的烹饪原理，才能举一反三，一理通百理明，中西烹饪才能融会贯通。顺带一提的是，干酵母比较娇嫩，要小心保存，每次用完要放在保鲜柜里面保存，而且要小心它的使用期限。用了过期的干酵母酵母菌都已经死亡了，面团就发不起来了。最好买小包装的干酵母，如果看到面团里面发不起来，大多数的原因都是酵母菌已经死亡，赶快去买一些新的酵母菌，用新的酵母菌和一个小面团，看到小面团发起来了，再把它揉到大面团里面去，这样等1-2个小时整块面团都会发起来。最后就是把葱油饼放在平底锅里面煎，因为有发酵粉，所以葱油饼会鼓起来，一般煎到2面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发面葱油饼与不发面葱油饼口感是完全不同的。不发面的葱油饼吃起来像是吃苏打饼一样松脆，发面的葱油饼的口感像意大利披萨，因为它的发酵原理同意大利披萨是一样的。学会了这个发酵原理可以做披萨，也可以做西式的面包。你看撕出来的葱油饼多么的层次分明啊！
借用烹饪，煮出爸爸曾经的味道。学点厨艺，是自己和家人的福气。